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随着7月份的到来，意味着距离今年 iPhone 16系列发布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而 iPhone 16系列的相关配件生产工作也在有序进行着。近日，来自供应链的最新消息称，苹果对 iPhone 16系列的销量信心满满，预计将从台积电采购9000万到1亿颗 A18 芯片。作为对比，在去年 iPhone 15系列发布初期，苹果向台积电订购的芯片数量则是8000万至9000万左右。业内人士猜测，苹果之所以看好 iPhone 16系列的销量，可能跟即将在 iOS 18系统中加入的 Apple Intelligence， 也就是苹果人工智能有关。虽然 Apple Intelligence 还未正式推出，但硬件设备已经卡得死死的了。目前 iPhone 系列仅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两款机型支持，这也意味着用户想要体验 Apple Intelligence 的话，就必须升级至 iPhone 15 Pro 及以上机型。这也将促使更多 iPhone 用户升级至 iPhone 16系列机型。另据网友 Nicholas Alvarez 分享，今年的 iPhone 16系列都将采用 A18 系列芯片。近日 Nicholas Alvarez 发现，苹果后端代码中提到了与现有 iPhone 无关的新型号，这5个标识符都以相同的数字开头，这表明苹果将其归属于同一平台。作为参考， iPhone 15系列使用的类型标识符与 iPhone 15 Pro 系列不同。据悉，苹果的 iPhone 通常将标识符与芯片联系起来，配备 A16 芯片的所有设备都有一个以15开头的标识符，而之前配备 A15 芯片的设备都有一个以14开头的标识符。MacRumors 指出，这意味着今年全部4款 iPhone 16系列机型都将配备相同的芯片，这也与之前的传闻和爆料相符。至于为什么有5款机型标识符，按照 Nicholas Alvarez 的说法，这5款机型标识符包括4款 iPhone 16系列机型以及1款全新的 iPhone SE 机型。如果苹果 iPhone 16系列4款机型真的全都采用 A18 芯片，无疑是一个好消息。A18 芯片组将都是采用台积电第2代3纳米工艺节点所打造，这也是时隔2年后，苹果手机再次搭载同一代芯片组。而且 A18 芯片在性能方面会有大幅度提升，特别是 AI 算力方面，传闻 A18 Pro 芯片内置的 AI NPU 算力达到了惊人的45 TOPS， 即每秒可以进行45亿次运算操作，这使得 A18 Pro 芯片的人工智能算力比目前市面上最畅销 iPad Pro 的 M4 芯片的38 TOPS 还要高，同时也超过了微软对于 AI PC 的最低要求40 TOPS。 不过需要注意的， iPhone 16即使全系标配 A18 芯片，但在性能上会有一定的差别，比如可以在 CPU 和 GPU 核心数或者 NPU 性能方面进行区别，也可以直接命名为 A18 和 A18 Pro 进行区分。回顾过去2年， iPhone 13用的就是残血版的 A15 芯片，而 iPhone 13 Pro 用的就是满血版 A15 芯片。而标准版和高配版 iPhone 的处理器 GPU 核心只相差1个，现在看来却是近几年最香的苹果手机。随后的 iPhone 14却因为竟然仍搭载 A15 处理器而被人诟病，而 iPhone 14 Pro 系列则搭载了 A16 芯片。标准版和高配版苹果手机的性能开始拉开，随后的 iPhone 15系列也采用同样的策略，虽然没涨价，但确实没有 iPhone 13那么香了。因此今年 iPhone 16系列将全部配备 A18 芯片组， Jeffrey 觉得光是这一点就能够吸引大量用户换机。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能支持 Apple Intelligence， 平价版 iPhone 16机型的运行内存也将升级至 8GB， 因为这似乎也是运行 Apple Intelligence 最低运存要求。此外 iPhone 16 Pro 和16 Pro Max 屏幕尺寸还会提升，分别达到 6.3 和 6.9 英寸，超广角镜头将提升到4800万，电池采用不锈钢框架，容量和密度也会升级，快充甚至会达到40瓦，钛金属边框加入全新的影像按键，并且支持电容式触控按键。标准版 iPhone 16虽然没有像 iPhone 16 Pro 那样疯狂升级，但很可能搭载 A18 处理器加 8G 内存加 256G 起始容量，并且起售价很可能维持在799美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炸裂了。对比苹果手机每次升级都犹如挤牙膏，这次库克还是拿出了点诚意的，各方面的升级都很均衡，所以才会有如此底气，疯狂备货一台 iPhone 16。 iPhone 16新机很快就要和我们见面了，你想好要升级哪一款了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随着新机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旧机型要和我们告别了。近日，苹果更新了官网上的过时产品和停产产品列表，将 iPhone X、第1代 HomePod、
和第一代 AirPods 归类为 Vintage 过时产品。顺便提一下，被列为过时的苹果产品意味着它们的停售时间已经超过5年，但尚未达到7年。苹果和授权服务提供商将继续为这些产品提供长达2年的维修服务，前提是还有零部件可用。而对于那些停售超过7年的产品，则会被列入 obsolete 停产产品名单，苹果将不再提供任何硬件服务。让人唏嘘的是，这3款产品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承载着多少果粉的回忆。Jeffrey 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缅怀一下这3位老将。iPhone X 于2017年9月12日发布，是 iPhone 设计和功能的一次巨大飞跃。作为 iPhone 诞生10周年的纪念作，它引入了多项重大变革，例如取消 Home 键，采用 5.8 英寸的 OLED 全面屏，以及使用 Face ID 面部识别系统取代 Touch ID。此外 ，iPhone X 还利用刘海中的 True Depth 相机系统，实现了 Animoji 功能。它搭载了 A11 仿生芯片，内置苹果首个专用神经网络引擎，大幅提升了机器学习能力，并首次支持无线充电。不仅如此， iPhone X 的不锈钢框架和玻璃后盖设计在当时也是高端手机的代表作。第一代 HomePod 于2017年6月5日在 WWDC 上亮相，旨在提供高品质的音频体验，并与苹果生态系统，包括 Apple Music 和 AirPlay 紧密集成。它配备了定制设计的高振幅低音单元和7个波束成型高音单元阵列，由苹果 A8 芯片驱动，支持实时声学建模、音频波束成型和多通道回声消除。内置的 Siri 让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命令控制音乐播放、管理智能家居设备以及获取信息和服务。第一代 AirPods 于2016年9月7日发布，同年12月13日正式上市，零售价为$159。这款开创性的无线耳机与苹果生态系统无缝集成，得益于定制设计的 W1 芯片，实现了与苹果设备的轻松配对、超长电池续航和高效无线连接。AirPods 还配备了光学传感器和运动加速度计，能够检测佩戴状态，取下时自动暂停播放。其紧凑设计和便携充电盒为无线耳机设立了新标准，在音频配件市场上广受欢迎，影响深远。上述3款产品被列为过时产品后，预计2年后将进入停产产品名单，届时苹果将不再提供任何硬件服务。不过，尽管 iPhone X 最高只能升级到 iOS 16系统，但苹果会持续提供新的版本更新来修复安全性问题。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仍在使用这3款产品吗？这次打算入手 iPhone 16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